新的一年来到，目前有些专家预测，2023年恐将面临景气衰退。让我们来听听股神巴菲特怎么说。股神巴菲特说：“我们无法得知下一次衰退会在什么时候，即使是经济学家也很难预测明年，甚至是下个月的经济走势。但我们所知道的是，利率上升的时候，通常是发生在景气衰退之前，而2022年的利率确实持续攀升中，而且它的攀升速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快的。以澳洲为例，2022年初利率仅为 0.1%， 2022年12日升息之后，利率已上升至 3.1%。如果升息将导致2023年经济衰退，那投资者该怎么办呢？卖掉所有股票，转向现金并等待景气回春吗？以巴菲特来看，这或许非明智之举。巴菲特应对经济衰退的一些智慧，最著名的名言是：在别人恐惧时贪婪，别人贪婪时恐惧。这是低买高卖的另一种说法，也是每个投资人都知道的永恒建议。以下是2023年巴菲特给投资人的建议。第一是将价格下跌视为买入机会。2022年之前是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长的牛市之一，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09年3月750点时触底，一直到2021年，指数已经收在将近4800点，总回报率超过了540%，这是股市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。许多投资人都以为股票只会上涨，不过到了2022年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2022年证明，股票实际上也是可能会下跌的。大多数的投资人认为股市下跌是一件坏事，但是巴菲特提出这样的论点。他说，如果你正处于人生中该存钱跟投资的时期，那么股价下跌的时候，应该你要感到兴奋，因为当股票下跌的时候，股票的净买家会受益。而所谓净买家，指买入股票多于卖出股票的投资人。空手的人在此时买入股票是有利的时机。第二是只购买你了解的公司之股票。很多投资人对他们所购入的股票是什么样的公司可能完全不了解，尤其是在2020年跟2021年间，这个情况更是时有所闻。传奇投资人彼得·林奇曾经讲过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某一位投资人在上班的公车听到一只名牌，然后立即将大部分积蓄投入这只股票，而完全没有先做功课了解这只股票。这个投资人会买这只股票，只是预期它会上涨，而当这只股票下跌的时候，这个投资人会恐慌性抛售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干嘛的。如果将那故事中的公共汽车替换为互联网一词，听起来就会和2020年及2021年的情况雷同。投资人应具评估自己所选定股票的能力，而选股则非要去了解每一家公司，而是要选择你能力范围内可以评估的股票。第三是忽略经济预测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成功的预测景气衰退，而在经济崩溃之前立即出清所有股票，然后在股价触底时重回股票市场，这是许多投资者的完美梦想。然而巴菲特表示，考虑经济预测是错误的投资方式。巴菲特说，投资人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是重要的，以及什么是可知的。而大环境虽重要，
但却是不可知。投资要注重的应该是公司的绩效，而并不是它的股价。第四，投资自己永远是最好的投资。这个理念持续至2023年仍然适用。以上就是巴菲特的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祝大家投资都顺利，也欢迎大家留言、按赞及订阅。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